上次我们拆箱1:6大圣金甲套装的时候就说到啊，这款产品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个游戏 IP 的周边玩具，即便放在很卷的古代胶甲产品中，甲片精度还有整体造型来讲，一样都是很出色的。即便货量很大，目前在2级市场仍有一个比较平稳的价格，足见大家对这款产品其实还是很认可的。乐子是小秦二大，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毛牌围棋。今天呢，我们就继续分享他们相同披挂造型的由 InArt 出品的大圣残躯。包装部分的话，还是和 InArt 这个黑猴系列产品都保持了一致性啊，庄重简约那种。这次表面的话是选取了游戏章节最终类似于那个石纹比较抽象的一个效果啊，我觉得放在这种纯黑的底色上意外的好看啊，要比之前的那些我个人来讲都更喜欢。背面的话，残躯这个侧脸的侧写，只有眼睛是高亮的一个表现。整体的话，虽然还是沿用了之前的风格，但是在观感上是系列中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打开的话，也能看到通关动画结尾处的一个名场面啊，水帘洞前这样一个孤寂的身影啊，这个我很喜欢。内部的话，说明书、保修卡，不多强调了啊，金甲套装一样的啊，都是山纹甲的，类似于纹蝶的造型。和之前大圣金甲套装一样的，拿出主体之后，像头壳啊、尾巴啊一些细小的零件，还需要自己去进行一个安装。这里就不多赘述了。说实话，对于大圣残躯这个形象或者造型来讲，已经是非常熟悉了啊。因为最终打这个 BOSS 的时候，实际也打了挺久的。服装的话，这一身披挂也是在游戏中我最爱的一个装备。尽管这个形象已经有一定的预期，拿出这个造型之后，这种仿如干尸的表现，结合着更加暗淡一点的金甲，还是能给我带来一个很不错的视觉观感啊。基本的这些设计啊就不多提，像它甲胄的这种精致程度啊，种种造型的表现呢，对于游戏的还原呢，一些材质啊，不多去跟大家介绍了，没有什么区别。主要的区分呢，还是本体这些肤色、头雕啊、手型啊、脚部接近于干尸的样貌，还有呢，整体这个甲胄的颜色更加的冷色调一些啊。其实之前大圣甲那个也是一个暗金色啊，但是饱和度会更高，这次的明显会更冷一些，更暗淡。我个人觉得，就肉眼的观感来说，目前残躯的这个颜色是要更舒服一些的。除去颜色以外，披挂上类似于这种小的绳结细节呀，像是山纹甲一样穿插纵横的这个结构，兽首精致的表现，这些都是别无二致的。还是要说我个人的感想的话，就是它的这个精度，类似的胶甲产品中，我觉得也是属于第一梯队。要知道游戏中这套甲胄的这个设计真的是很细碎的啊，就很细，实物拿出来能有这样的观感，这样的精度，我自己就是觉得比较满意的。另外最大的不同就是头雕部分，残躯造型下就是一个完全干枯干瘪的，可以说有点吓人或者说恐怖的这样一个头雕。面目的刻画，这些纹路会很深，包括由额头处还有脸颊呀，这里有一定像是腐烂而产生的中空，深深凹下去的这个眼眶啊，也能让它这个威严的程度，我觉得更加有一个提升啊。看着是那种很凌厉的一个造型，和天命人那种有点懵懵懂懂的那个表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威压感很强，气势上也是更接近于大圣本体，我觉得应该有那种效果。毛发走向这方面呢，和之前那个头雕是一致的。我个人觉得，如果能有更多变化，会更加有趣一些。拔出这个头部的话，内部也有可动眼的调节。常规状态下，连接这个双眼可以看到是惨白的眼底泛出了这种血红的颜色，类似于橙黄色的瞳孔，就结合这个眼眶去调整的话，还是那种很威严的造型。额外搭配了一双黑色的眼球，替换的时候这里可以拿手指肚或者更软一点的东西从前方按压一下，后端呢拿镊子取下来，安装话筒里对应这个卡口，内部按压一下就行。
先提醒一下，这个替换眼球一定要妥善保管。黑色的眼球的话，会更多一些死亡气息啊，有点像那个绘图转生啊。但它最大的亮点或者玩法还是用这个 UV 灯去照的话，能呈现一个火眼金睛的效果。然后呢，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啊，就是头雕在连接时候尽量插到底，因为看一些朋友分享的时候，这个脖子并没有完全安插到位，所以会显得这个颈部有些长。连接同时可以适当向下压一压，尽量让这个毛发部分和衣领平齐。头顶部分也是磁吸的结构啊，拔掉就可以替换这个头冠，也有一对铃子，安插就可以。提醒大家不要暴力的去插拔，因为这个结构来讲还是比较细的。同时下巴这里安插这个绳结的造型，下巴和脖子之间并没有太大的一个空间，所以说你安好这个绳结之后，头雕在连接时候其实会比较紧，注意一下调整。正常就站柜来讲的话，我个人觉得不安装也行啊，因为它这个存在感并不是特别高。手型部分的话，造型来讲和之前也是一样的结构，黑色的指甲加上手臂的毛发，区别的话就还是颜色部分。有较大区别或者天壤之别的配件是这个葫芦，大圣剑套装的葫芦是初始的那个葫芦啊，这次搭配的是一个满级葫芦。上一款聊这个葫芦的时候就在想，是不是留了一个后手啊，要在之后的产品中再陆续推出不同的造型。果然这个满级的葫芦是和残躯一起搭配出来的，造型还原度上我觉得还不错，类似于漆器的花纹，这个也有刻画出来。像是绳子这个部分啊，都是胶件。如果你想和本体连接的话，可以自己再找一个相似的红绳搭配啊。还有一个之前没有的配件，就是这个桃子，色调上和它本体完全不同啊，拿在手心展示的时候会有一个反差感。武器部分不用多说了啊，相同造型的这个如意金箍棒，色调上会根据本身铠甲也是更加发白、更冷色一些，拿在手中我觉得会比之前更直溜一些啊。如果你遇到这个变形啊或者有点弯曲的这个时候，个人不建议你自己粗暴的去掰去调整，因为它本身不是那种纯粹的软件。结构方面不多说了，很复杂的一些盘龙造型、杆子部分的这些铭文细节刻画，这个还是很精致的。小金箍棒还有金箍，这个不多说，和以前一样，能提供更多不同造型的展示。就是完全新规的地台啊，可以看到它台面部分是想去呈现最终决战那种在水中的景象啊，是用到了一些低焦的工艺，实际有一部分是裸露出来，就仿照那个石头超过水面的一个展示，本身是带有一定弧度和厚度，和那种静态水面比较相似。突出的这个石阶，也给抠掉，再插入这个金属的支架，同样可以通过这个旋钮调整高度。之前拆箱聊这个金甲套装的时候，其实也有关注到很多玩家朋友们是比较在意或者纠结于这个可动的。实际上，相似的1:6产品，穿脱的甲胄设计方面，这个一体性还有甲胄的精细程度，优先级是要高于这个可动的。因为1:6产品其实更多是要服务于静态的展示的。当然，大家对于可动有要求或者喜欢上手把玩，这个是绝对支持和尊重的。只不过对于1:6的这种同类型产品来讲，可动并非是判定优劣的唯一标准。就这款大圣残躯的话，从披挂这个颜色还有肤色上，大家可能会觉得它就是一个换色重涂，但在一些配件上还是做出了和之前大圣套装不一样的一个呈现。结合这个眼球替换的话，甚至这个残躯的玩法会更多。如果你有之前的金甲套装，再去搭配一个残躯，也可以摆出一些不同程度的互动。如果你是两个都没有购入，去2选1的话，我个人建议你不妨就从肉眼这个观感的角度出发，挑选一个你更喜欢的视觉表现啊。也希望这个视频能够给你提供一定的建议。最后的话，还说期待啊，就二郎神呢，赶紧把这个二郎神能不能做出来啊？真的这个是望眼欲穿啊。然后呢，这一期呢就分享到这里了，喜欢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